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了谁？你的魅力四射哈，正在吸引着谁？所以我今天用了3张，有点类似女王，3张都是女王的牌哈，然后让你做选择，你看哪一个共感最强就选它哈。那你要需要看久一点就按下暂停哈。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1号牌。哦，好。那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吸引着谁？那他应该就是在你附近啦，哈。以今天这个能量的状况，他就是在你附近，不会跑，不会怕差太远哈。来，我们来把最重要的2个能量哈，金星跟水星能量先找出来哈。来，我们分别让陀螺自己选哈。好。第一个，好，第二个哈，好，金星能量在这，好，这2张，好，好，来，我们先从这张看起哦。你正在吸引着谁？你的很多能力、你的作为、你的表现，在他眼里都是非常充满很有吸引力的，而且他的讯息有一点点偏向于所谓的知性内在表达各种所以他在旁边看你的时候，你的一些价值观啊、你的说话啊、你的方向啊、真实的表现自己这个部分，正在深深的吸引到他所以今天这一组也有可能是以一种谁在偷偷暗恋你的方向，可是我们要在更准确的是想要从他身上看到说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样子那我想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你今天看了这组牌之后，我希望你再更真诚的，不要强化，也不要包装，也不要再美化，你就知道你原本的步骤，你表现多少，你喜欢什么时候 po 文，喜欢什么时候说话，喜欢什么时候发表文章什么的各种，然后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喜欢大笑啊什么的各种节奏都不要改，你就知道原本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个频率跟这个节奏里面去好好的欣赏你，所以他一定是在附近的啦。等一下我们把它跟你的距离的分开来然后我们从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来看他怎么观察你。他这边确实是说你带来了很多他的生活跟很多的方向就是他没有的啦，你身上有很多他没有的、没看过的、向往的、没有接近过的这样子的角度正在深深的心态，你每一次的各种作为、各种的表达，都让他带来非常多的心意，他都会觉得说，哇，你每次都给他很多的意外惊喜，所以对他来讲，你是百看不厌的，因为实在太多的变化，太多的惊喜这样。所以，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有活力、很多变化性的人，你就尽量的在展现。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在他的视觉里，他能够自己发现你身上有任何是能够好好的，能够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的东西啦所以记得一个原则，你不要因为看到今天这组牌，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不断的盯着你看、欣赏着你看，你就做得出各种改变，不要。原本是怎样，就那个方向，完全不要做改变，最重要来，我们先把它的距离找出来还有你就是大概看出来你跟他的关系或他在哪些范围里我翻多一点牌好，我看一下，好，我先把这几张牌翻一下工作上的讯息很强他工作上没错啦，因为这题本来就很像在工作范围里所以他其实非常容易看到你在工作上的讯息很强然后但是他跟你的接触不长，他跟你有一段距离所以如果在同一个公司上班或什么，他跟你有一段距离。那如果你们是小公司一个小工作室什么，他可能是其他的工作什么，然后偶尔会来跟你们接触什么的，然后会靠近，他跟你有一段距离那他在他的工作领域来说算是很有魅力的人可以控制很多事情，主导很多事情。他不是小职员那个小小的状态，有很多人需要他表现去做，他需要影响很多人啦。反正他的角色不是普普通通的，他甚至他的工作范围里面对你也有影响但是目前在他的眼光里，在他的角度里来说，你表现的跟他的各种能量方面协调度都蛮好的。
他有很多靠近你的机会，很多你跟他有说过话，他有很多他想要去跟你说话，他都可以用这种一些很表面的工作的冠冕堂皇的方式跟你讲话，让你不会察觉他喜欢你。所以这一组真的是一个很暗恋的方向哈。不过呢，他有慢慢的去寻找更多的跟你相处更融洽的、更好的方法。其实，在你的感受来说，你觉得他每次来都有觉得一个很舒服、很自在、很温暖的感觉，其实是有啊。然后他有跟你谈论过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应该跟工作吧，可跟你的私人生活东西没有。但是他会在很多的跟你的聊天当中，他大概已经知道你的价值观、你的方向、你的人生，可能想做什么事啊，什么未来想做什么事。他以一个非常也不算朋友哦，他就是可能在工作上什么就会有跟你交流聊天这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方法哦，从这里看得出来，跟一些讯息来说，你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角色，所以你其实察觉不到他哦。来，我看一下一些其他的讯息，你察觉不到他，这整个状况跟整个包装都被工作的样子包装起来了。其实你真的察觉不到他，你可以把今天这一题归类在他在偷偷暗恋你啊，这是绝对的啦然后他其实喜欢你跟欣赏你，不是你工作上的表现这个很特别。他喜欢的是你工作以外的本来的个性的表现，你的谈吐、说话什么的对他来讲是一种很亮的、很清亮的感觉。所以这边有一个感觉他其实有故意把对你的喜欢都淡化，他常常把想要来跟你讲话或什么包装在一些其他的事情里面。所以我说他已经在来跟你聊天的节奏上面，他已经得心应手了。还有他其实在这里看起来，他有让你产生一种幻觉，就是说他其实在你面前的形象，你不会直接把他往到他是喜欢你的人。可是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如果你是在大公司来讲，他的职位可能会比你再高一点然后他跟你有一个距离感可能就部门或什么，他跟你有一个距离感，他不是那一种午餐会跟你一起去吃饭的人他的角色比较容易帮你解决很多事情。在某些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有在偷偷帮你解决一些事情来，我们把这几个概念，我们再把它看清楚第一，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方向，他是一个高职位的同事？好。但是你在他在你面前其实你不太怕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然后没什么威严。如果其他同事还蛮怕他的，然后觉得他有点难相处，或是觉得他有点害怕他的话，你这方面是完全没有的来，我看一下这里好，你跟他的关系都是公事了，都是公事，没有什么太多图。我跟你讲，这都是他包装起来的，非常你看不到他来，我有些东西想问一下来问一些其实你们的关系从这边看得出来，差不多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来说，你的灵魂会察觉到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对你的喜欢就慢慢的没有办法再隐藏起来了。不过呢，你们两个中间的距离已经固化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你们两个的关系设定成他是一个遥远遥望你的角色，所以其实你是察觉不到他的。你一直处在一种背对的，他不在你的视野里。然后他也有发现他可以这样子，所以他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转换啦。他每次跟你接触，他就转换成另外一个你完全想不到他是属于暗恋你喜欢你的一个状态去接近你的，不会。因为这个情况，我觉得在这里来说已经维持了好一阵子了，不是只是几天的事情不过他好像没有察觉一件事情，我这边有看到你们的你为什么你跟他相处会跟其他人跟他相处不一样？你跟他相处很自然很自在讲，因为你们的灵魂有一直在持续的往好的方向前进，有越来越好如果说好的关系从0到100的话，你们至少已经到了50、60这个部分，已经往后端在更好的状况里。我是有觉得他有慢慢的往你
把你们的关系有在慢慢的变得拉得更近只是一直都还没有是在往爱情的那一条路径上去行走没有，我跟你说，其实他跟你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僵固化了啦。他其实现在他只找到了跟你很自然的相处，可是他还没有找到要再往前对你表达出喜欢，或是往爱情的方向去塑造，往那里让你感受到这样。所以他现在其实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可是他也习惯于这个关系，他甚至已经有一点点说服自己说这关系已经是最好了，不可以再往前这样。可是呢，你们每次接触的时候，灵魂的那个契合度，他的感受度更强。他每次靠近你，他都会觉得说，明明就好像可以再往更进一步，可是他找不到方法，现在就卡在这里尤其这里这关有很多土能量，把你们两个关系挡成是一种有距离感的东西。虽然你对他其实没有感觉到距离感，可是他也不会觉得跟你有距离感，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下行走关于这一点，我来问看看恶魔凯的看法。我来直接问他往下走跟现在这个状况的两个概念这组讲的还蛮快的。往下走往下走。好，那保持现状。往下走，我觉得他还没有觉得很适合往下走，因为现在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关系上的难以变化所以这个恶魔他没有很支持往下走，他现在还在说反而要回避往恋人的方向往下走这一件事情，现在还不到很好的时间点那这里说，以现在这个关系先维持下去就好了，因为会有一些不错的新的好运气要进来，等到那个新的好运气进来的话，可能会你们的关系上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应该是说时间在这边看起来是时间还没有到了，要再等一下来我看一下，时间还没到。好，我来对于他说有一些好运气跟整个关系在变化的时间还没到，我来用炼金来定义一下那是什么东西这边说，我把它讲最直白一点，他说你们两个还没有智慧，还没有开到那一个位置就是说，现在如果他跟你告白你可能会立刻拒绝，因为你感受上各方面都还没有到，而且他的位置他也智慧，他这边是说智慧还没开窍到那个位置，还没到要进入恋情那个，所以他现在找不到方法，也是因为他以这里来说，就是他的智慧的程度还没到，他找得到方法，所以他现在的直觉也是对的啦就是先维持这个状况，不要有太多的改变既然恶魔牌也说未来那个位置先等一下，先回避一下先不要往那边去，这边都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静观前面看这个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毕竟这里如果他今天来看牌，我会跟他讲说，恶魔说现在有一些新的变局，新的好运要进来，要有耐心再等待一下，不要太快破坏掉这一个东西现在看起来都还不错啦来其实这组讲的还蛮快的，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位置可以翻。好，我们把一些你们两个的灵魂的定义的东西再翻起来，让你有一个期待期待一下，因为他这边好，我先定义一下灵魂的部分因为他这里我觉得这一个位置所谓的好运要进来，这个我要等一下再翻来好，我看一下好这边其实也说了一样的事情来，这里说其实以现阶段来说，以深渊的讯息来说就是说如果以深渊的那一个概念里面的，我要获得一个好讯息。他说，其实现在最不适合的就是进入恋爱关系，这边说的然后他说，他慢慢的再从理智的角度、相处的角度，你们两个会发现彼此吸引的地方，但是他确实还不适合进入到爱情的，所以现在先保持这个状况会比较好。然后这边也说，在于比较高深的智慧，在更高的智慧的位置，他也在等待一个新的旅程开始了。可是，我们先不管这里，我们先管说这边在等待一个新的旅程要开始，要再
比较高智慧的位置，那就表示我们现在的智慧还没有抵达那个高智慧的样子，要先等到有各种的理解。它那个智慧包含了你的灵魂的过去、现在的经验的结合，会产生一个新的，来开窍一个新的智慧，来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那你现在这个状况呢，还没有一个新的或更高等的智慧要去开窍或是改变你们的关系的话，那就只能等待。毕竟这边还说会有一个未来，因为智慧的开窍会有一个新的局面要再打开，那就表示关键点就是那个新的智慧的打开。然后这边也已经都说破了哈，有些这里已经都说破了，那就表示说你们两个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有一些经验，生活自己的故事线在往下发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里所谓的新的好运，陌生的新的好运要进来之后，可能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一个智慧的思考的各种的升级开窍之后，那你们两个在相处之后，他会找到帮你们关系再往前进的方法，而你也会感受到你们的关系有所变化。只是这些将要发生的东西，我觉得在现在是没有那个契机在变化的哈。尤其吊人牌出现在以现在的密契的遥望的宇宙的位置来观看的话，他说现在是没有办法往前的。好，现在只能任着这个运势往前走来做波动。你们现在是没有任何特别的能力是能够去做影响的。好，那这里啦，你们的核心价值是需要等待的，核心的收获，未来的现在，如果要定义现在的关系的话，他说好的事情还要持续发展耕耘之后才会有所收获，不是现在就有的，都还不是哈。所以以指引新的方向，它又出现了星星牌，那就表示说，顺着现在的状况走就好了。所以其实如果他来看牌，我会跟他讲说，就维持现况会比较好，因为还有一些新的能量契机正要变化，而不是现在他必须主动去介入去改变的，没有，是其他的故事线或者其他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都算好事啦哈。所以总之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先保持你们的关系先这样子就好了哈。好，这边也说哈，你们的关系现在就已经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已经是目前的最好了，哦。那只好再往下等待。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些的说法，我们来用4个数字来看一下，它的走向是不是对的？好，来，第1，好，来第2，好，第3，好，第4，好，我来看一下四个数字的结论哈，方向有没有对？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好，他说这个走向是对的，非常符合这张牌所说的哈。你们的关系有在慢慢的加分，慢慢的变好，要慢慢的走到变好的位置，它不会停滞不前，它不会这个不会是你们的关系的天花板，它现在就是说时间正在慢慢的往上加分啦，哈。可是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间，就这样，结论上就是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间哈。好，连这数字都这样说的话，那就等了。来，我来看一下时间的位置哈，来。看看天使历法有没有2个最好的时间点在你们2个关系做改变，或是它是一个区块，哦，它是一个区块。来，第1个时间点，来第2个，跳蛮远的哈。他说要从秋天之后持续大概4到5个月的中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会开始变得比较好。这边讲就这样，然后这边有偷偷说你们2个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层的对谈，也许他会超越工作以外的深层的对谈，可能超越工作，然后两个关系会再变更好。基于这个点，我就可以直接再问恶魔牌了啦。因为我抓到了他这边，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深层的对谈，了解彼此更深的东西，然后造成2个人的关系的改变，所以才会进而突破了可能就是工作同事的这份关系，是这样子说的吗？我来问他。好，等我一下。好，这张3，好。确实是会有一个很深的深谈，但是引发这个深的深谈，是因为你们2个应该是你这边会有一个
小小悲伤的事情，引发了你跟他有一个契机谈论，你需要更高的智慧，或是更有经验的人来给你一些智慧之语之类的。然后因为这个对谈，你们两个人可能都会谈论到平常你们对话里面没有到的那一个智慧的阶段。这边也有可能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他已经到了，而你还没有到，他必须往上拉你一把哈。然后这边说，确实是会有那个转换的时机点。然后会让你去挥别某些低谷，挥别某些挫折，好，然后让你们两个产生连结，这是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所以大概要到秋天之后，好，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刚刚抓的更准一点，大概再快一点，就夏天差不多要结束就已经开始，两个关系就已经开始往上去了哈。好，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讯息哈。那我再帮你多抓一个东西哈，就是我先确定一个东西，就是那一个低谷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的变化。我跟你说，这个低谷，我觉得它完全偏向于那边，它不一定是说你人生发生什么很差的事情，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上上下下会往一个比较有挫折感或是心情比较郁闷的状况，所以你会很需要有一些智慧之语的时候，应该就会找他对谈，然后你会创造一个蛮好的新的对话关系，然后他也会在这个新的对话关系找到某种你们相处的新的契机点。那我来翻看看，这个能量只是一个暗示，它不是真的是这样发生。我来翻抽5个序列的牌，然后来看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向的取向，让你有个准备或者心理准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哈。来。好，等我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还没到那一个节点。哦，有了，这里，大概就这里。好，再多一张，它跑出多一张。这个是直觉看就好了哈，不会太细节。可能是家里的事情啦，家里关系上可能家里的意见、家里的想法跟你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所以会造成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反正就家里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然后所以你跟家里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你会觉得你有一点点会觉得你跟家里好像不太合，或是你不太属于这个家里，但是后面会迎刃而解了哈，会找到新的活力、新的契机，会有一些新的。比较有爱的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和解，会和缓了。可是那一个心情的低谷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这个对话的开始，跟家里有关，哦。它有一个新的突如其来的新的变化，家里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做影响。好，大致上暗示是这样哈，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低谷的暗示的方向大概跟家里有关就对了。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大致上讯息我尽量给了。很多了哈，那他就是你工作上的一个同事，记得他跟你可能比较不平等，他可能再高你一些哈。那他隐藏的很好，大概到秋天之后，这一份隐藏这个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点，你们应该会有一个我觉得照这个这张牌来讲，你们灵魂的能量的契合度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突破点，会让你们有直觉，会让你有直觉到你们或是他直觉到你们两个必须有一个很特别的新的对话。秋天之后可能会发生，那你就期待一下啊。好的，那记得从现在开始往后面，你们的关系其实都一直在节节的在往上增加，那个好感度、关系紧密度都有，这边都有说好，所以我们就乐观的期待，我们就期待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记得不要特别去把它找出来。绝对不要，你就慢慢的让这感觉，你知道，你心里知道有个这个人在你附近就好了，不要特别去把它找出来。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那我们来看2号牌今天的题目是你的魅力正在吸引着谁这是2号牌。好，来我们一样来看一下，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人在哪，在附近，在什么，一定在附近我们来把他的方位各方面再仔细的翻找出来来用先把其中2张牌翻出来好，这个这里好。
来，我先看第一张哈。哦，嗯，你们的关系大概已经比前一阵子好了蛮多的了耶。哦，但这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明确的点，是你们现在到底关系有多好了？但是已经比之前好在更近好几步。但这个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说，他就是在说你们其实平常蛮常相处在一起的哦。那通常这一个概念来说，很多的机会就是在工作领域的人啦，因为他这边有很多的培养哈，很多的关系的培养，很多的感情的培养，很多联动的波动的交流，各方面气氛连接，我觉得蛮多重叠的东西，蛮多重叠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我直接来翻找，我直接来翻找一下，他是不是？我现在翻的就直接先问说是不是工作上的人，不问其他的，就直接问是不是工作，因为我觉得工作上的讯息应该算是目前我觉得算强烈的。我来看一下这一个范围里，跳着翻。哦，工作上的人，可是如果是在大公司的话，他跟你是不同部门哈。然后我打很多比方哈，百货公司他可能跟你不同楼层、不同品牌，在同一个公司里，他跟你不同部门，所以你平常不用跟他开会什么的，因为你们中间有自己的范围要固守着、守护着。彼此中间没有特别的连结，但是你们的工作跟工作之间必须有所协调，这样子哈。那如果你是工作室的话，他可能是跟你联系的人，或者之前合作的人，但是不在工作部门里面，之前合作的，或者之前办活动的时候有合作过的厂商啊，或者什么，你是办活动的，他是厂商之类的哈。那你们之间除了工作的联系之外，其他的范围里面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生存，彼此如果没有工作的联系，是不会互相影响的。这边有2个讯号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们顺着其他人的影响来去让你们两个做连接的话，没有办法它整个能量是逆着推远的。所以，如果你们的关系没有工作做联系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很长的时间相处。那再加上从这边来说，你们的关系已经有升华了，所以你们并不是刚开始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新的伙伴或是新的角色，也不是哦，不是这个角色哦。所以，你要思考一下，他其实算熟悉的人，算熟悉的人。来，我看一下，又一次，好，那你们的关系，他还没有找到好的时间点，或是他喜欢，或是反正就是还没有那个时间点，他想要对你表达一个超过现在这一份关系再更往前的新的表达，就是表达对你的喜欢啊，或是更进一步要跟你做工作以外的朋友啊，再约你出去这些，他都还没有往那个部分去。来我看一下这里。这个论点是对的，而且关系有越来越好整个能量都在一直往上加分，但是节奏慢了一点，它比较像是更强化版的皇后牌有一些好的耕耘的收获的东西，大概要在几个月之后才慢慢的发生，所以它现在应该差不多，我觉得才在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想象，说要再跟你关系变得比较好，要再往前一点差不多才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等等我这边有个讯息打乱了一下。好，所以他离真的要跟你告白的那一个，我觉得是有一段距离的。
是有一段距离，他没有办法这么快。再加上我这边似乎有一个新的讯息来说，你们最近的工作上的联系可能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容，所以最近碰到面能讲话的次数已经跟之前比起来稍微减少了一些，我来看这边，嗯，以如果我们以小说篇章来说的话，正在某一个章节的尾声，正要翻开一个新的篇章，然后那就是要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哈，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静置的状态，要等待新的事件的发生。好，那它大概范围这应该抓的还蛮清楚的哈。来，我来看一下，这节奏抓的蛮快的哈。来，我先把一些比较大的牌先翻一下，这一组的讯息清晰。很简单所以2号牌的朋友他就是真的跟你工作范围有关的人那我突然很想看一个东西，等一下我先看完这里现在他那边的对你的表达的喜欢的那个主动性减弱中应该是有，就是他现在不知道找不到方法了那从一个比较遥望的、神秘的、宏观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的关系是一个走到蛮需要两个人配合才有办法去显化爱情这件事情的。他没有办法靠自己一个人然后去告白，然后再去，我觉得这里大概看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他需要突破一件事，就是他要跟你的关系再更拉近。他现在处在一个对于你不太了解，还在遥望的，对你是一个对于你跟他的关系还在处于一个未知，还不知道往哪里走的这个方向，他必须要去突破，要再跟你再更接近更多的内容，甚至要跟你的朋友也要变成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玩。他要去突破一个工作的关系，要成为你生活里的朋友，不能再以工作这个关系，不然他会。我刚刚讲的，你们两个要走到爱情，这个必须要两个人互相搭配，他没有办法靠着他一直不断的靠近你自己，主动追求你自己的距离，然后最后到了告白的，然后去跟你告白，这样对你来说，他会有一点点太冲击。这边说必须要慢慢的形成某一种连结的力量，让你们两个关系慢慢的变得比较好。必须要去仰赖着日久生情这个概念，才可以慢慢走到那一个位置。他没有办法用突如其来直接用告白这个方式，所以我现在说他就是很需要某一种觉醒，是他要找到一个方法突破跟你的关系，不要再都是以工作的方式做联络了。但是回到这里有说他现在就只剩下工作的方式才有办法跟你有所联络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内心要有一个全新的想法就是要转变一下他自己的想法的身份，就是我不能再跟这个人是用同事或是只是工作上关系来去做交流，不能每次交流都是讲工作上的事，他必须要再突破，要鼓起勇气去跟你约别的事情。当他主动跟你约，或是他加入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主动约你的话，你就会立刻知道这是某一种告白了。可是我觉得他要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就是加入你的朋友，去跟你的朋友或是工作的其他同事都跟，又要慢慢的变熟，然后慢慢的进入，这要花一点时间。那他现在其实都还，这就是第2章的内容。我觉得他现在都还没有到第2章的开始，所以他现在还在一种茫然的状态而且他现在在非常理智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点点难以突破对于这件事情的未知的恐惧跟想象，他的想象力不够。然后他也没办法想出各种的方针，就是说，我应该先加入他的朋友然后慢慢的认识，然后再认识你，或者就直接跟你用一些别的讨论、私下聊天，然后传讯息聊天，聊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慢慢的变成朋友。他现在还找不到方法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他跟你他比较难以他不自然，所以他本来有一些他原本个性能够表达的很自然，跟别人相处很自然就变成朋友了，这些方法在你身上都用不太到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处在那一个突破点啦他要加油一下来，我看一下恶魔牌怎么看这个情况好，恶魔牌跟我讲的差不多第一个恶魔牌说他需要他的本身。
的想法、概念、本能、条件各方面在做强化，所以他这个意志要再更提升一点，他不能处在现在这个状况，他会有点无所适从。他需要再强化一下他的意念，他需要再强化一下要如何靠近，他需要再强化一下跟你的关系，他需要再强化一下自己想要跟你更要好的这一个意志，他需要再强化。所以以我们的角度，就是要再等他一下了。那这张其实说这个状况是他现在正在面临的，但是他对于这一个强化跟这一个想要靠近的这个念头只是刚起步嘛，所以那个未知恐惧都还在。可是这里说他慢慢的那一个舒适的感觉、自在的感觉会过来，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他，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慢慢的往那里去了。所以以目前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做出任何事情啦。主要是他自己内心各方面的那个状况。但是这边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个他最近不太会出现因为中间没有工作的联系，必须有新的工作的创造好，来我们再看一些别的东西其实这边有看出来说，其实你们的灵魂状态那些方面是还蛮适合恋爱的耶。这边看得出来说，如果以灵魂的角度、灵魂的宇宙来看的话，你们好像不止一次有一种，因为这边有说，好像你们对于你跟他如果再次恋爱，或者这次恋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的感觉，只要进入到恋爱的状态的，所以很熟悉的感觉，好像你们两个对于爱情观、浪漫的爱情的状态其实是很契合的只是他有一个关口，你们现在都还没有发觉到这一件事情，可是他对于你的喜欢这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发觉到说他为何一看到你一开始在工作上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喜欢，主要是因为灵魂上是有契合的，反而是你这里一开始就没有被暗示这一件事，而且你也没那个心情，所以你是完全感觉不到这里的。那这边有说你们现在这个点，或是以爱情的路径上来说，你们现在都还在最远的距离。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爱情的路径是这样，然后你们现在就说如果爱情的正中央是你们的交汇点，跟你们两个现在在爱情的最远的那个端点，现在说是这样。那在这个行走上，你当然不会知道要往哪里前去，而他现在知道。可是他现在连那个起步都还没有开始，他现在只是在你附近盘旋，而且现在还是最差的状况，还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联系，他连在你附近盘旋的机会都没有。好，现在的状况比较差，但是也差不多是要往上行走了啦。通常到谷底也不会多谷底现在就算是最远的距离，也不会再更远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两张牌，暗示一下半年到6个月之间。这个我们要问的是，半年到6个月之间，6个月到1年了，讲错了，半年到1年之间，他会不会有哪一个时刻突然比较觉醒，知道，就跟说他要再更主动的靠近，他还换了一点点的思维知道会去试着去寻找方法，让你们的关系更好，看看哪个时间点会有我来把它翻出来2个时间点我就不找区段，我就直接看2个时间点。好，好，这里我觉得这个是之前的，我觉得这里讲的是1、2个月前他就已经有，让我想一下，我觉得这个等等这个我等一下，他拿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我觉得他的时间点跟我的感受差很多来，我确定一下。之后，这有点晚他说要到冬天，我觉得这有点晚。我再翻一个时间点，讯息会比较弱但是也算是一个有机会的时间点也没有特别多，大概就秋天尾巴我觉得都戳在冬天。
要到冬天的时候哈，他才会比较有感觉，比较有觉醒，比较有知道自己要怎么靠近你哈。但是如果是这样子推敲的话，这样子推论的话，我觉得在冬天之前应该就已经有跟你比较多的接触了，因为他必须要去收集、去习惯、去找到经验、去找到跟你相处的各种新的方法哈。所以我认为，以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善意的角度来说，冬天应该是你们关系会变得比较好的时刻。冬天会变得是比较好的时刻，但是之前应该有比较多，已经开始会有一些比较，我问一下恶魔牌好了，冬天之前是否已经有比较工作以外的再进一步的接触了，跟工作无关的或什么的哈，不要再工作的。好了，也许也有工作了，再看看有没有新的一步的接触。为什么要问？因为这边说现在看牌的这个当下，附近的能量是停滞的，是休息的哦，他没有办法去对于你做任何靠近啊、对话、互动的工作。其实他也可以传讯息或是私下，我觉得他不知道为何现在是停滞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这两张牌，第一张说现在是储存能量的时间，所以，然后这里说，他必须要有一种类似斩断过去、重新来过的一种阶段跟改变之后，再到秋天、冬天这一个时刻再前进比较好。所以这两张牌都有一点点算是认同，在冬天秋末之前，他跟你的关系不会再进一步，不会再往前更多的追求，或是更多的表达，其实是好的。因为这边说，那他应该有感受到，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感受到，他只是觉得他还没有等到好的感觉。可是以恶魔牌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等到好的感觉，在冬天之前还没有等到，可能是他以为他是恐惧，或是害怕，还是无所适从都没关系，只要他对于你这份关系没有再往前去做任何动作的话，恶魔这边角度都说都是一个好的能量正在累积蓄积的状态。那这个状态需要一些时间。好，那这一张恶魔牌说，在这一个蓄积能量、等待或是不敢往前的状态中，他应该会有一个领悟或是一个觉醒，发现他不能再像以前的自己。当这一刻来临之后，他这边有一点点笃定说，这段时间一定会有这一刻。他这一刻来临之后，他会再经过自己的消化，他就应该会有一个再往前、再更多的动作要出来了。那看来需要给他4-5个月的时间，要到冬天之后才会开始比较有。那冬天的能量这边说，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水能量出来，好的火能量也出来，而且还会有其他人的帮忙，其他人的鼓励。所以看来要到冬天初期，他自己身边或自己的各种好能量跟思维才会回来，才会新生，才会发芽吧。所以现在不急，我们这边就没办法急，因为他有自己的功课。他这边有自己的功课。好，看起来就一个时间问题了。我们非常非常长，或是基本上一定会发现都是时间问题，都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要翻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等什么，然后去揭穿，或是去翻开来，让你知道为何他还不来。会因为哪些好事，像这一题，就是他的能量，他各方面他的功课还没做完，他不适合现在出来。因为他如果现在出来随意的告白，可能他也没有光彩，他可能也会让你感受到他的很多的犹豫、不坚定，或是没办法表达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或真实的那一面。对于这份表白的唯一一次机会，就太可惜，会变得破绽百出，会变得表现得很差。所以还好，在他对于自己的认识，看他对于感觉上的直觉，他知道自己现在不适合做这件事，那这样蛮好的，表示他内心的直觉是清晰的，是明朗的，是明朗的。那这边有一个东西特别讲，
他说你们两个如果未来在告白之后要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偏冷静型的，你们的相处是偏冷静的、温温的、小小的感觉、小小的幸福、小小的小确幸的感觉在相处的哦。因为你们的灵魂上其实已经有恋爱过、交往过，对于彼此的水能量的交流是非常得心应手，是非常顺的，所以它不会像你们灵魂第一次遇到说那种爆发型、突然热恋型，没有。你们真的进入到恋爱，试着交往开始，就会发现你们在爱情的感受上面、要求上面、期待上面是很吻合的只是那一刻还没到，那一刻可能会到，会比较适合到的时间就是可能冬天这个状态，这个时间点。好，来我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位置可以翻哈。我觉得大部分的讯号都可以了啦，就工作吧。他最近不会出现在你工作附近要记得哈。然后他之前跟你工作相处的时候，他也没有表达对你的喜欢，他都还在隐藏起来。我是认为大概到秋天末，要开始觉得好像冬天来的那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些起步了，会有一些迹象了，他会有一些主动联络。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主动联络，这样你的感觉会觉得好像跟一个没那么熟的人变得比较熟了，变得比较有话可以聊了。主要是一个原因，就像我这边说的，因为他自己有某一种转变，有某一种取舍，有某一种舍得，然后的改变，他心情上有一个改变。他应该至少在现在这个状况，再到要开始有做表达这一段时间，他都会有一种挣扎跟懊恼，他会有一种不知道要怎么顺的靠近你。我跟你说，他其实很容易就直接跟你聊天，直接传讯息给你，直接非常莽撞的冲动的去靠近你，去跟你多聊天。可是他内心有一个很明亮的直觉，很清新的水能量，明白他自己还没准备好，他自己也感受得到，这是某种现在太主动、都是一个很冒险的状况。那他接下来他会醒一点，会醒来一点，会找到或是看到别的方法，可能是朋友或是其他工作的联络方式，他会慢慢的、温温的、慢慢的靠近你，然后一直期待着很好的告诉你，他其实喜欢你很久的这个契机点，他其实知道。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是比较稳的，比较其实他脑袋是很清晰的他是一个理智跟感性面都非常清晰的人因为从这里看出来，理智跟感性方面有女祭司牌，也有正义牌在控制他很多的思考跟抉择。所以在我们这样大方向看起来，他好像节奏很慢，或是好像没有勇气，不是，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感觉跟他所观察到的现实的各种讯息，他都看得很清晰。他希望最好的时机点出现的时候，再去做表达，比较淋漓尽致的对你的喜欢做出一个表达，让你接收的很完整，而不是模模糊糊的。所以他现在确实是在蓄积能量的状态。这边说了所以再等他一下，再等他一下。其实你们两个各方面都还蛮契合的他不会，我跟你说，他不会以一种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很久，然后才跟你告白。我跟你说，他这组他比较不像了，他比较像是他接近你聊天差不多了，时机点一到，他就会立刻告诉你说，他想要以交往的方式往下，他不想浪费时间，他会这样所以你要再等待一下。再加上一件事情是，他其实在其他之前工作的环境里面，他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他已经确定或是想象跟你未来相处的状况应该都很吻合、很适合，频率也都对，他其实是想过了。只是在他都想过了，其实这边有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可能他之前就已经有过有碰过一次比较好的机会想告白，可是他没有做，是因为他内心的某一种水能量的直觉告诉他说不对，这个感觉是错的，是虚幻的所以他有类似女祭司牌的能量，有把他安静下来，让他看清楚还有什么要等待。结果恶魔牌这边说，
他自己还有一些感受上的东西还没有做转换，旧的感觉或是以前恋爱的一些心得、挫败感什么的，他还没有整理干净。也许是这个，或是他对爱情还有一些之前的经验所带来的谬误还没有理解完，所以他这份自己的工作要做完之后，他才能够再用更清晰、脑子更清楚的状况去表达对你的喜欢，再表达更淋漓尽致。是这样，他有一个流程。他会想得这么清楚，主要就是我刚刚说的正义牌、女祭司牌在他内心里产生一种非常绝对的平衡，所以他能够感受到时间还没到，这是他的能力哈。所以你未来再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一个人感性跟理性都分配的很平均，他不会绝对浪漫，他也不会绝对理智，他不是这样，他会分配的很平均。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弹性，很柔软，好不僵硬，人也没有那么。很任性，或是很容易执着任何事，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好，他看起来就是内心非常平衡，内心能量非常平衡，也有蛮平静的。他会一直协调到一种很平稳的状态。所以，如果要这样子，他就有个缺点，就是可能没有，他不是一个超级浪漫的人。他会在适时对的时间会表达出浪漫的东西。那他。在一些需要很强烈理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小小的不坚定，他会变得比较有弹性。他会分辨完之后，他并不会非常坚持某一个想法，他会听取，然后别人的想法，然后来说服他。所以，他有的时候某些本质上的价值观是可以被说服的，不是说他没有原则，而是他是一个内心比较柔软、比较有弹性的人。好，慢慢相处的你就知道了。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它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了哈。但是如果要用一些强硬的手段去对付别人，要用很生气、很猛烈的这种，他可能就没有这个部分。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讯息大概就这样，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哈。好，那就到此哈，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来，你的魅力啊，各方面正在绽放，你正在吸引着谁？好，我们一样好，来看一下要从哪个时间切入哈，然后把这个就在你身边的这个人把他找出来。好，我们把他找出来，来我看一下哈。啊，错了，来4张牌，我们来让他选哈，让能量自己去选。好，看一下。这张啊，这张来，好，我们来看第1张。先说哈，他近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他没有什么很强大的，然后他现在跟你维持着一个我觉得蛮协调的状况，蛮协调的关系。那至于他有没有隐藏起来，把对于你的喜欢隐藏起来，这边的第一个讯息是，因为他跟你相处的一个节奏跟能量的状况，我觉得现在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状况，而且他其实是有隐藏的，所以。但是他对你的喜欢哈，我没有觉得他是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会期待他会有一个接下来的动作了哈。来，我看一下这里，2张牌都讲说他现在跟你的关系哈，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距离，好像没有任何要突破或想突破的点呢。这个我翻一下好了。我看一下，我用这个好了，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现在的2个人的状况哈。好，因为我总觉得好像有一个边界
的柔软的，我仔细看一下好了哦。连这两张我看现况哦。以你的角度，你现在确实完全无法察觉它，而且他好不容易把你们的关系走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平稳、非常和谐。然后呢，他其实蛮常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哈。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曾经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来影响你们的关系的在进化，你们现在的关系已经比之前在更好了，所以这边有看出来，你跟他应该有以朋友的关系谈论过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啊，比较深刻的自己的事情，然后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好，变得比较有信任，有超前于之前的关系。你们认识很久了，可是关系一直没有一个再往更深层的地方走去。但你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哈，那个特别的事情现在这里没有办法追究，但是至少你好像现在想要闲聊啊，或什么网络上聊天的时候，他好像算是频率高的人出现在你的无聊闲话家常对话的选择里面讲。你平常也会传一些东西给他看，比如说迷因啊、好笑的影片啊这些的哈，他是你会传的人选之一。我跟你说哈，他这个人啊，如果要跟你告白说喜欢你，你不会觉得意外，然后你也不会抗拒，你还觉得还蛮喜欢的。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他现在一直保持着这样子非常有关系、非常美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我看一下，好，其实他塑造你们的关系成为一种，他有刻意把你们的关系塑造成不会往可能会发展到爱情的那个方向去，可是他又可以表达，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不好，很奇怪的一个微妙关系哈。但是你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往前走，其实主要也是还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让你们这个关系有一个新的篇章可以翻。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契机，然后从这里看得出来，没有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路线，让这一个关系再往下一个篇章往下翻，更进一步的这个没有任何迹象。现在其实，在某一个角度来说，现在是卡死了哦，没有再往前走的理由啊、条件啊、事件，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哈。然后如果我们要看更深层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两个的灵魂一直都像是在两个彼岸的对望然后中间没有任何可以搭载你们前往彼此灵魂的此岸的那个见面的船，没有。那在这个条件下，这个人好像也有感受到这一个东西，然后他要把它诠释成说，现在的关系已经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故事能达到的天花板，在他的感受上是这样认为的哈，但我就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如果有一个边界，好，那这个边界它还不是一个墙，不是一个层楼挡住它只是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挡住。对我来讲，你们两个的能量接触是一个有机会可破除的、可突破的一道墙，只是我有感觉到，但我没有找到任何突破这道墙的迹象跟好能量在等待。我目前这里没有看到，所以我也必须要承认，现在你们关系这个方面已经算是维持的非常好的已经也有。我是很不想承认说它就是你们关系的天花板，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突破点，但是就是没有看到未来性的迹象我们继续往下翻看看它怎么走。好，好，先翻完
然后看一下，这边说现在是停顿的没错，但是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未来还是有契机可以显化到更进一步的关系是有。好了，我这边找到有通路了，但是四方能量并没有聚集的迹象，看来就是时间还没到，时辰还没有到，但不代表它已经到了天花板，没有到了边境哈。那你们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呢，有一个缺点，或是少了一个东西。虽然你们两个的对话已经有比之前再更深入了，但是这边说还有更私密、更深的话题还没有聊到。他会说还没有聊到，而不是说不可聊到的话，那就表示仍然还有空间可以往下进行，可能性都还有出来哈。然后呢，当你们其实啊，我这边已经有看到他下一个篇章的迹象了。他说，等到你们要进入下一个篇章前，会发生一个感觉关系上转换的事情，会再发生一次。所以那一个事情有一点点转换跟翻盘，你们两个彼此的感觉跟看待彼此的角度，它算是人生里面重要的事情，这样哦。只是这个我要翻时间点哦，一年内会有吗？不能翻这个。先，这个我先等一下，在时间的我再看。我先讲其他的。从宇宙的在更遥望最远的那一个看得最明朗的星星说，其实这个关系是一直走在很好的路径上面的，是一个晴空万里的路径上面的。慢慢走往前走，会找到那一个翻篇的路口。只是翻篇的路口现在在视野里是还没有出来的，可是阳光普照，终究会走到的哈。然后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才会有那一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不是很想说那一件事情是属于一种人生里面的不好的大事情啦。但是我所看到的那一个翻盘转换的能量，我觉得它还蛮大的。我们先姑且不觉得它是坏事情啦，我只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蛮大的事情，这样一个跟人生选择有关系的大事情哦。好，我就问恶魔牌一个问题好了，两个问题哦，就一个问题，看他怎么说。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两个关系的翻转会在1年内还是1年以后？可是1年内就是1年内，1年以后就是不知道是多久前哈，多久后哈。但是他其实不会确定时间，他只是会告诉你说1年内有没有了，1年后他再感觉一下可能有没有，但是不是无限远了。反正我翻就知道了。好。他说，目前这1年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属于一种治疗期，互相治疗、互相安慰的时期，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转换。哦，那如果1年后之后，好的感觉，新的好的感觉会慢慢的进来，他才会慢慢的往那里走。所以时间也不知道多久，可是他就是至少也要1年之后，两个人关系才会再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舒适的状态，往未来走了。那这1年，现在翻牌的这1年应该蛮重要的，彼此可能会有一些低谷，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安慰的事情，两个人必须互相支持哦，哈，今年这段时间比较重要，所以看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生的比较低谷的，我们两个要互相扶持，然后关系才会再往上升哈。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来等一下哈，对于这个概念，我翻4个来看一下。好，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好，这边说你们的关系确实是有那个越来越好的，好，而且能量是一直在往上加的，是一个正向的，可是时间要花比较长的，需要慢慢的
耕耘、期待、期望，慢慢的往下才会再出现。所以从这里各种迹象都确实是直直的往，大概1年后之后，关系就会慢慢变好。好，慢慢就会有在进化。可是以现阶段来说，除非真的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不然，其实这2张塔牌它所在的位置都是属于一种远道而来，都不是最近的，2个都出现差不多的位置。那再加上数字也在说，至少要半年以上，关系才会有所转变，才会有一些好的能量再进来。可是这里却说至少要1年以后，所以你就再往后推，反正它综合平均下来也差不多就是要3季1年左右之后，你们的关系才会再往上了。所以现在维持彼此的关系就好了。然后加上你们现在这1年这里，他这边有提示，确实是有一些低谷，你们2个会成为比较重要的聊天的伙伴，同伴。然后关系也会在进哈，所以这一题其实还蛮明朗的。你们的关系会维持住。然后其实这边有一个状况是，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对你的感觉跟喜欢你的感觉还有机会再升级，还有机会再变更多。他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他觉得现在就是天花板而已。好，对他来说是这样了哈。好，那好，这里先看到这里，先差不多。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的东西哈。这里可能时间性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必须要翻，因为时间被说出来。那我们就翻2个时间点哈。这1年可能会有2个时间点，人生你们彼此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低谷的事情，需要陪伴的2个时间点，你注意一下，敏感一下这2个时间点哈。那看一下。我跟你说，这边有很多的暗示，都在暗示什么？如果这个人一直符合这边很多的条件，那就表示明年以后你们的关系会转变。然后这一个人，如果你能想出来是谁，你有很敏感的知道是谁，他其实还蛮符合。这里有好几个条件的他平常会跟你聊天。有心事的时候会跟你聊天，然后今年有低谷的时候，你们会互相陪伴，有时候可能是你陪伴他，有时候他陪伴你所以他这边说一年之后2个人关系会有所转化，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2个就会再更亲密，所以你要期待一下可能要冬天的时候2个人不知道是谁需要谁需要有一些比较陪伴的时候那就要陪伴下去。那个时候关系可能确实会比较接近他的1年那个期限，1年之后那个转换的期限的尾声了好，来看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从炼金的角度定义一下你们2个人的关系。这个炼金的牌是要定义说，你们2个的关系在整个宇宙的看待里面。为何让你们相遇？为何让你们一直这样维持这个关系？为何1年后还要再进一步？来，我翻3张牌看综合解释是什么。看一下好。第一个说，你们的关系其实是可以靠着你们意识到彼此是有爱的时候，再往前去做告诉，去做行动上身体去行动，去显化关系，变成一种恋人的关系。这一个蛮符合我刚前面说的。其实如果他跟你告白，你完全不会拒绝，你也觉得很好。就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在定义的是说，其实你们2个的能量各方面都是非常完整的，只是现在你们都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可以有更多，还没有意识到，但出现了这么多，至少出现2张塔牌跟1个转机牌，至少我觉得这1年应该会发生好几个小事情或中的事情，中能量的事情，让你们发现彼此的关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得很靠近。那这1年刚刚说是互相治疗的时期嘛，这1年里面的精神跟智慧会因为彼此的存在而有所提升，然后还会有所交换，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你看，都直在往那个方向走，然后
他这边说这一年是一个治疗嘛，互相治疗的过程。其实中间有一个状况是，这一年你们两个会有一种互相学习、互相指导、互相提醒，彼此是彼此的引路人、提灯人的概念，小小的贵人存在在彼此身边。但是今天不看这张牌，你完全不会意识到是这个概念，你只会觉得它是一个你平常有特别的事情或小事情，你就想跟他聊天。可是，在很细的、很小的感受里面，其实你们两个一直在互相引导彼此往对的路径，只是激发跟爆破出两个人有爱情火花的事件都还没有发生。再加上一件事情，对方目前是忘记自己一开始对你有好感、喜欢好感，是因为他想跟你在一起，他喜欢你。可是长久以来，在他一开始就设定好说，觉得自己跟你不可能，所以他维持跟你朋友的关系，这样维持下来，他也习惯了，以至于他忘记了。所以两张塔牌所带来的火星能量一爆发出来之后，他显化出爱情的那个能量会把他叫醒，他会突然发现说啊，他当初对你的所有的好感都是为了要往爱情的方向走，现在就差这个东西叫醒。那等到被叫醒之后，他会再惊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他的精神与智慧、聊天内容、内在的直觉的深度，都已经到那个饱满吻合、有契合度的、有产生很高度的信赖的等级了。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以你的角度，这个人就算现在突然跟你告白，你也不会拒绝，你也会觉得哦 ，OK， 这个人是对的，你也会这么觉得。只是很奇妙的是，在这一个未来可去的方向的土地、领地、乐园前没有门，目前是没有门，而且你也没有在找，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至少有奇异点要出现了，至少两个塔牌有告诉我，你们两个之间的某一个宇宙的角落，有东西正在崩坏重建中，要破坏现在这个格局，有这个东西，再加上你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是站在两个彼岸看到彼此的两个灵魂，就差没有那一艘船。那就表示说，这个奇异点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船可能会跑出来，那一个把你们带往彼此身边、心灵身边的那一个运输的东西会出来，那可能就是那个奇异的事件，或是奇异的人，或是贵人。好，基于这个点，我来翻两张牌看看，我们来猜测那一个奇异的点。好，第一，我们要看是人还是事情。好，把它分开来，第一个是不是人？第二个是不是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特别重要的事情而改变的？好，人的部分说，等一下，我先要做个比较。我讲结论就两张牌是比较偏向人，你们中间会有一个让你们两个醒来的人会出现。人的能量比较高，但不一定是唯一。人的能量比较高。那另外一个牌，另外一个讯号是说，其实那一个奇异点要发生的事情还在厘清中，能量还在分配、分布中，还在整合中。它就很像是，有一种那个叫做彩色米，你知道有一种玩具叫彩色米，就是很像米粒，然后每都不同颜色。现在的状况很像这个彩色米撒开来了，然后要把颜色做排列，要做分类，红的要跟红的，绿的要跟绿的，蓝的要跟蓝的，黄的要跟黄的。现在正在排列中，等到颜色都分配完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哦，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现在还在排列中，但是整个事情的走向有比较趋向于是因为人，但是不是说因为一个人，而是跟人比较有关系。那他说跟人比较有关系的，就表示他不是局限于就你们两个自己的事情，应该还有别的人作为你们两个搭桥或影响的，让你们两个，他可能是说破了，他可能是看穿了或看到了你们两个适合在一起，他做了一个提示，他做了一个心灵上的暗示，所以发生了。好，总之啦，这一年你们两个人应该
会有某种低谷哈，然后需要陪伴，需要聊更深的事情，也有可能会成为有革命情感的两个关系。反正无论是什么，你们这一年因为心灵上的这边说的精神与智慧的重新结合之后，你们两个关系会有所新的提升哦。那提升之后呢，会因为我觉得这一年会因为某种成长，然后你们已经不再是1年前的彼此，他应该就是有事情这样，所以关系就会有改变。来，我得到一个新的讯息，我想翻一下哈。因为我刚突然有一个讯息说，有一个讯息提问说，会不会其实你们两个这一年会先分开一阵子，而在回来之后看待彼此的角度不同，是跟分开有关吗？这只是一个提问，这不是一个确定的哈。来，我来翻一张牌来看，是不是就好了啊？因为突然有这一个弦外之音的提问，来，我翻一张。等等哈，不算，因为我觉得他不是离开，所以你们今年不太会离开彼此身边，不太中间有人会消失个半年几个月，没有这个事。不是这个，好，所以我要回应那个突然弦外之音的提问，我说不，这边说不是，因为这边的解释是说，这一年你们两个人能量会处在一种很不错的平衡，然后要去检视彼此，要去观看彼此，看顾彼此，提醒彼此，叮咛彼此的一个状态，它就比较符合这张恶魔牌，这个今年你们是要互相治疗彼此的一年啦。哦，所以其实不会分开，今年都还是会在附近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线索哦。这个人他不会在今年突然不见，他会大概会一直跟你一直有一个蛮近的关系的联系。好，那3号牌大概是这样哈。讯息有一点清楚，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谁你身边的人哈。那现在的关系你可能有想到是谁，你觉得不可能，或是没有那个迹象，那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他确实是说会有一个奇异点，事情会发生之后，关系跟感觉会变，那个时候我们就期待看看。那我先说，他这边说的关系会变会提升，不是只是说就直接进入恋情，或是会进入告白。他只说你们关系有一个新的提升，看待彼此的角度会不同。也许他说的就是那个契机点，会唤醒这一个人对于爱情的想象。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那个爱情的想象跟期待跟你在一起的那一个感觉会再回来。也许他也许是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就再期待一下吧。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